再来想要请问求分的是在收养的这个问题。那关于收养的部分，其实我们觉得在关于一个收养人，他心里是有一个要调试的问题，因为是有一个未成年人或者一个成年变成他家里一个成员，那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要给这些收养人一些什么叮咛的？是我觉得针对其实收养孩子这个部分，收养人他第一个他必须先清楚他的动机，我为什么要收养？那再来是你的配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然后再来一个部分是你对于一个孩子其实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你的对待的态度跟亲生的孩子其实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或者是你对于一个孩子，其实在来到你们家，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待你自己先有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要先考虑清楚。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如果当你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你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冗长的程序，包括法院或者社福机构的一个媒合饲养这些阶段，那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去面对这些历程的考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收养的时候应该要有这个心理的预备。这在法律也是规定说，其实收养最好是跟配偶一起，除非说你是收养配偶的小孩，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考量的。那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是小孩子是被收养，比方说他的妈妈是一个未婚怀孕的小女孩，或者是说有些他爸妈就是经济上能力是不允许的，所以他把小孩给别人收养。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收养，那小孩子的心理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好。其实被收养的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其实都需要被爱、被关怀，然后被肯定，然后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成长。所以，那当其实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到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我想其实他会面临的一个是自我认同的问题，还有他其实他的身世被告知的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寻根的历程。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们需要收养的家庭，其实更能够去关注到这几个面向，如何做一个身世的告知，而不是把其实收养这件事当成这个家的一个家庭秘密或者很隐晦的事情。孩子他必须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他在这个家里面，他其实会被怎么样的一个对待？那他怎么样去能够融入这个家庭？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在做一个收出养的时候，我们要去关注到孩子他可能会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我们在法院处理收养的部分，其实我们当然也是主要关注的是未成年的最佳利益。那所以我们也会考虑到说，出养是不是有一个必要性，因为它是有一个认同上的问题。是，大家还记得吗？在初阶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收养所需要的一些文件哦。然后，因为我们进阶啦，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一个审查的状况，然后看看我们法院呢是怎么样审查这样的一个收养，或同不同意它成立的。基本上收养是有一个年龄的限制。那如果是单独收养的时候呢，收养者呢是必须比出养者大20岁。那如果是有跟配偶一起收养的时候，那一个呢要比小孩大16岁以上，一个呢是要大20岁以上。这样的状况之下，法院才会允许收养。那它第二个限制呢是一个亲属的限制。基本上呢，直系血亲之间是不准收养的，就像爷爷是不可以收养自己的孙子的。然后在直系姻亲呢，像媳妇呢是不可以被婆婆收养的，这是一个限制。那还有在旁系血亲的部分呢，如果是辈分不相当的时候，也是会不准收养。再来有一个夫妻共同收养的限制，就是说他如果有配偶的时候呢，他收养一定要跟他的配偶一起为之。还有另外一个限制呢，是夫妻应该共同做收养。然后当然这个收养限制有一些例外，比方说夫妻的一方是收养他方的小孩，或者夫妻的一方呢，其实他是不能为意思表示的，比方他已经变成植物人了，或者他是生死不明已经很久了。然后如果一方是生死不明的话，不能为意思表示，这不是另外一方的错啊，那没有道理，因此就影响他收养子女这个权利。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是例外的状况，所以他不适用夫妻共同收养的时候，法院还是会允许的哦。
如果是被收养的人呢，他有可能是成年人，那他如果已经结婚了，他这时候是被收养，他也是必须要得到他配偶的同意。那另外，收养是必须要得到本身父母的同意哦。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初阶的时候有提到吗？因为收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会终止他跟他本身父母的一个关系。比方说，他本来可以受本身父母抚养，或者是有一个继承的权利，现在他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他就转向可以被养父母养育，还有对养父母的财产，他是有一个继承的权利。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权利非常严重的变动，我们当然必须要征得原生父母的一个同意。所以在要件的部分呢，我们会在法律上是要求，得到父母的同意，这个同意书是必须要公证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那刚刚我们有请林心律师，我们讲到说一个被收养小孩的一个心理状况。那基本上大家知道啊，我们法院啊是要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做把关的动作呢，所以我们法院认可收养还是会有一些要件的。基本上呢，我们会也是请社福机关去做一个访视，然后我们核准的一个标准也是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然后访视机构呢会就这件出养是不是有一个必要性，给法院做一个回报。他如果认为说，这件出养是没有必要性，比方说父母他是可以抚养小孩，他也是有教育他的能力的时候，基本上他会给法院一个报告说，这个应该没有出养的必要的报告。然后法院收到这样的报告以后呢，他会综合所有的情况来决定收养成立还是不成立，最符合未成年的一个利益。那至于成年的收养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已经成年了，所以我们比较注意到的反而是他原生父母，因为年纪已经大了，他是不是有一些对他们不利的状况呢？如果他是为了意图避免对于原生父母一个抚养的义务呢，或者有一些对原生父母不利的状况的时候，这时候法院可能就会不允许这样子一个成年人的收养。最后我要说的，拍摄这一个录影带是完成我一个很大的梦想，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只有法律是不够的，那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学习，然后我们也把专家请来，我们希望结合在法律还有心理这一部分，能够对大家有更多的帮助还有支持。